这期视频发完，我很可能又会被骂。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JL Diary. This is Sharon. 是的，时隔整整10个月，我今天又坐在这里跟大家写日记了。这次真的是时隔好久，就重新说话，我都感觉我的嘴巴有些生疏，所以呢，我今天就打算一边化妆，一边和大家聊聊天。纯的就是一个放松局哈。好，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化妆喽。停更这么久啊，收到超多粉丝的私信，然后一直都在问说虽然怎么不更新了，是不是生病了之类的。真心感谢大家惦记，我身体没问题。这次停下来主要是因为心理压力有点大，然后呢想给自己一点静下来的时间。现在趁着暑假呢，终于可以梳理一下将近1年的经历，然后也想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聊压力之前呢，先来解答一个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啊。停更最大的压力其实来自于意料之外的地方，就是我身后的一些同胞。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各个社交平台上面的动态都不太时常更新，就我不是一个爱发朋友圈型人。然后呢，很多人了解我的近况都是通过非常有限的动态的更新，还是透过屏幕上的。然后他们发现我身边多了很多朋友，来自欧洲和非洲的有色人种朋友们。结果有些小脑洞就展开了，各种版本的各种猜测就开始在私下里可能会流传起来，甚至有比较难听的针对我朋友的一些攻击。说实话，当我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挺失望的。攻击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荒谬，就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有色人种。这份来自于自己人的压力呢，当时我还是挺迷茫的吧。但也就在这一段比较低落的日子里面，我是一群特别的朋友，给了我巨大的温暖和力量。那他们是谁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陪我度过艰难时光，给予我温暖，然后改变我很多想法的朋友们。今天这期视频主要就是想和你们报个平安，然后呢再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是怎样遇到他们的，又是怎样成为朋友的，以及他们给我带来怎样深刻的改变。我记得刚到北京留学隔离时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一个来自加纳的女生。隔离结束那天是北京12月，特别冷，她还要赶学校的班车去市区的校区。然后结果呢，她行李还出状况，然后一个箱子坏了。然后呢，他中文又不好，又向我求助说他需要一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要了一个袋子。然后我们一起把行李塞好，再吭哧的把行李拿到1公里以外的公交车站不是，是学校巴士。然后当然还是晚了，因为可能行李在路上耽搁了一下，然后最后没有赶上他的班车。然后呢，下一趟还要等3个小时。然后我当时看他累坏了的样子，我就说那你去我房间等吧，我那里有吃的有热的。然后他就跟我回了公寓。然后在那3个小时呢，我们就喝着茶，然后还聊了很多。看着他从疲惫不堪到放松的说笑，我心里还是感觉特别暖。然后送走他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大的拥抱，然后说Thank you, sis. You have no idea how bad it would have been. 然后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就只是给予了很小的一点帮忙而已。在不到1周后，我又认识了后来的邻居，是一个尼日利亚的男生。有一天下午，他来敲我的房门，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他当时的表情。然后当时他那个表情，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像一个做错了事情很极度不安的小孩子。然后他当时语气也是感觉很拘谨，就说抱歉打扰你们，请问有没有锅？我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我想要借用一下，我很快就会还之类的。然后我那会儿有齐全的厨具，然后我立马就给他拿了一口锅嘛，他最后拿到锅还是一副很惶恐的样子，然后赶紧说谢谢，然后扭头也就走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吧？就为什么他们好像特别害怕麻烦别人，就那种不安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后来啊，通过他们俩人，我还认识了更多来自非洲和欧洲的朋友们，但是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就是通俗的说就是黑人。然后我们当时一起在北京到处玩，成了一个显眼的小团体吧。然后每次被问到国籍，别人一听说我是缅甸人，然后再看看我们这群人，然后当时那个眼神马上就变了，立刻就变了。原因大家可能都懂，就是近些年电信诈骗让很多人对缅甸的印象很差，然后我一个缅甸人又说一口标准普通话，这种组合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有尝试过解释，但换来的往往都是更激烈的讽刺或者是攻击。就后来我想，我没必要往枪口上撞啊，这不仅让我的祖国背更多锅，也会连累我的朋友。过后再被问起，我只说我是东南亚人，我是泰国人，我是越南人。这一份无奈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就是少数群体的无奈和被排挤或者说被歧视的滋味吧。这也让我重新开始审视这个世界。其实比起我，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标签，就是这个肤色是藏不住的。其实我们生来不同，背景各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了解和误解，是太正常了。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嘛，除非经历比较相似。对，可能正是因为我懂他们的无奈，他们也看见了我不被理解的无助，才有那份奇妙的信任和连结吧。后来大家越来越熟，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照顾我，主要因为我个子小嘛。然后其实大部分人年纪都是比我小的。然后在很久之后，对，是我来留学之后的第一个生日，我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大礼吧，是我以往都没有收到过的礼物。Sorry， 是我以往都没有收到过的礼物形式，是一封就是来自他们每个人一起写的一封信。我说的什么话？这个句子好奇怪。是一封来自于他们每个人写了一句的一封信。对，然后真的是每个人都写了一句，但是读完了之后给我感动哭了，稀里哗啦的。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就是深切的感受到那种喜极而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吧。很多人问啊，说Sharon你怎么会和他们就对于我这个 society 来说挺特殊的一个人群，怎么会和这样的一群人玩到一起呢？其实通过我刚刚说的内容，这个答案应该是挺明显的了。其实就是因为纯粹的共鸣和包容，在他们眼里，我不是那个所谓该死的缅甸人，而是那个乐于助人的 Sharon。他们在我心里呢，不是黑皮肤的外国人，而是给予我力量、给予我温暖，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在异国他乡，他们就像家人一样，会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这样的一群人。我后来想通了，关于同胞质疑这件事情的根源，本质上是因为不了解。虽然我是一个 extroverted，但在社交平台上，我不是一个爱更新动态的人。就对于在远方的关心我的人们来说，就成为一个信息真空吧。所以与其让别人用小脑洞来乱猜，我还不如直接分享自己的日记，这样至少那是真实的我，就是让我的日记来替我说话。留言自然会不攻而破，对吧？对。而且我更不想让我的朋友仅仅是因为和我的关系好就遭受别人恶意的揣测。他们明明是善良而且值得被尊重的人呀。那段由多件不理解事件叠加起来的低气压时刻，这让我一度觉得我之前是不是太高调，是不是应该低调一些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但是每次我一打开社交平台，在视频下面看到你们的留言问候或者寻求帮助的评论或者私信，我又觉得我不该停下，而且我也不想停下，就很矛盾。其实痛苦的根源啊，就往往是不愿或者说不能接受现实，但事实不会因为你不接受就改变。对于我和所有关心猜测我的人来说，再基本不过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不管是语言交流还是信息交流，耐心还是需要耐心和理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和谐相处。谁不接受这个事实，结果只能是所有人都不好过。对。这段不算愉快的经历教会我一点，就是我不能让痛苦白白的发生，我得从中榨出价值来。这哪怕只是教训，它也是痛苦的价值最大化。但如果我把这段价值分享出来，我让它价值增倍，我让更多人换个视角看世界，哪怕是让我的疤痕成为别人的前车之鉴也好啊。那对于我的痛苦经历来说，就相对来说这是最棒的一种收场方式了。经历的一切不论好坏都让它拥有超越个人的意义。这既是我一开始做分享视频的初衷，也是我这次决定继续做视频回归的原因。好啦，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感谢你愿意听。如果你听完我的故事有任何想法、经历或者想要聊一聊的话，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那里进行交流，好吧？那么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啦，拜拜。